很小的时候，我曾以为情绪与记忆会随时间逐渐淡去，直到开始接触摄影，并将废墟作为拍摄对象后，才意识到有些记忆从未被真正遗忘，有些创伤也没有所谓的解脱。但我们或许能选择与他们共处，与他们和解。这是一档关于记忆、创伤与责任的展览。八仙乐园诚然事件距今10年，我希望借由文字与影像，在这个习惯遗忘的社会里，它们能够成为某种证据，也是一种温柔的提醒。今年6月27日，正好是八仙乐园诚然事件发生届满10年的日子。在这个感伤却具备特殊意义的时刻，我想以毕业个展的形式，将这则故事呈现出来。10年，这段时间具有难以用文字形容的厚度。2015年，我还只是个国中生，如今我已经在硕班来到最后一年。那今天拍摄影片的场地并不是在过往的工作室，而是在 S7 美术馆4楼的展场。那么这部影片也绝非仅只是作为一次展览的记录，而是以一位影像创作者，我想跟各位分享八仙是如何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欢迎收看八仙乐园10年陈冠霖个展专访影片。我们先来谈谈为何拍废墟，又到后来为何会拍八仙。废墟它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主题，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总会有数不尽的废墟爱好者，愿意承担风险去探索它们。对一个作为艺术大学学生的我来说，拍废墟这件事起初只是因为想在废墟办展，因为台北的地价太高了，想要找到一个不错的展览地点，光是租金就足以劝退我。所以抱着废墟不用场租的心态，在大台北地区寻觅着替代空间，而拍照这件事则成了常看照。即使过了4年，我依然没有真的在废墟办展，却经历了我透过摄影去认识台北，也大幅提升了摄影技术。2023年出版的《台北废墟图鉴》，则是我以摄影去观察台北的一种方式。2020年的某天，我想说八仙乐园不晓得还在不在，里面的模样会是什么样子，是否能透过影片去为它说点什么呢？于是我展开了这项计划，以晨报事件5年后八仙水上乐园为题，透过第一人称的视角，让观众见识到八仙内部的模样。1个月过后 ，YouTube 影片观看次数迅速的增加，并来到100万次的观看。听起来像是一种自媒体曝光的成功，但实情是排山倒海的负面回复也让我感到恐惧。很多时候我在想，自己是否被误认成消费商者来赚点阅次数的网红，或以艺术之名行犯法之事的创作者。透过摄影去书写感伤这件事，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是否会是被极力抵抗的呢？我告诉自己，我要做的不仅是用行动告诉观众，我是以创作者的角度去进行这样的研究，同时我也想要对自己有一个信心喊话。因为我认为八仙事件还有继续被说下去的必要性。这个拍摄也慢慢发展成以年为单位的拍摄计划。我每隔1年就会再次回到八仙里面去做拍摄，每年都有新的影像，每年都有新的进展。那这个计划也在2022年的时候有了一个全新的转向。我一样透过影片去向观众去征集参加这个彩粉派对的当事人他们的联系方式，希望以采访的形式更深入去研究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那虽然在寄了30多封 email 里面，仅有一位名叫 Angela 的女生接受了采访，但这对我来说就像是看到了一道曙光。第一次与她在咖啡厅见面，在事先表明过自己是学生的身份以及创作的意图后，我与他进行了约莫1小时的访谈。对我来说，在进行人物访谈以及拍摄时会遇到的两难，在于说，作为拍摄者的你，当然会希望可以尽可能获得能够纳入到创作的素材。然而，在面对八仙这个主题的时候，一切都要更小心翼翼的处理。请受访者回溯记忆，意味着创伤经验将再次被打开。你又没有经历过意外，为何你要拍这个？
这样不会就是在利用别人的痛苦吗？关于这些道德性的问题与质疑，其实在创作的这几年来，就像是幽魂般不断缭绕在我身边。我相信受访者这条创作路线势必要跟拍摄八仙那一部一样，以年为单位，持续的回放、持续的研究跟积累。作为创作者的我也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姿态转换成像是一种陪伴的关系，在不断的回访的过程当中，逐渐取得受访者的信任，让他所提供的文字跟影像显得更有价值。如今，我与 Angela 保持联系已达3年的时间，并出版了文字访谈集《The Interview with Angela》。从她的文字中，我们阅读到作为彩色粉尘派对的参与者，在遭遇了意外，从加护病房、手术、复健，再到现在的心路历程。我在这次的展览空间百有阅读区，这本访谈集作为见证八仙的一种媒介，让读者能以更近距离的方式了解当事人的想法。我也希望这档展览可以作为某种勇气，让处于低潮的你们能够有足够的力气，可以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当观众进入展览入口时，会先看到正面以木结构搭建起来的狭窄通道。这周围的影像是我在这几年来进入八仙时所拍摄的杂草藤蔓。因为园区年久失修，放任植被在这10年随意生长，因此现今已经长到超过2公尺高的茂密丛林。而我则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体力，硬是去踩出一条走道，才可以走到园区内部。穿过通道之后，才是真正的进到八仙园区内。左右两边的照片则是我在现场将镜头朝向左右2个方位所拍摄的画面，中间连接在一起的桥墩则是经过台北港区的台64线。在慢慢的走到展场中间，斜靠着的这张影像，其视角是拍摄一块贫瘠的土壤，而这个位置正是10年前发生尘埃意外的事故现场欢乐大堡礁的所在地。如今整个区域已经彻底拆除，怪手将泳池填平的模样也早已无法辨识。展场的书架上摆有一份报纸，这是我将《中国时报》以及《联合报》有关八仙相关新闻的档案搜集，重新排版编辑而成的新报纸。这份文件的背面，则是我在今年5月拍摄相同位置的影像，并与彩粉派对事故现场的新闻画面进行叠图处理。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2022年，我受邀为文化部的国家文化记忆库写了一篇专栏，主题是今年夏天台北有没有可以玩水的地方。内容有引用许多台湾早期影像，例如已经消失的巴黎海水浴场。在八仙乐园成为北台湾人在夏天玩水消暑的好去处之前，1930年代开始到1980年代，巴黎海水浴场一直都是热门景点。而后来则因为受到海水污染、海岸线变化以及军事诱逆考量等问题，原本的巴黎海水浴场在1992年正式关闭，随后则变成了台北港。巴黎的民众与海的关系变遥远了。从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写着八仙乐园以及旁边的巴黎海水浴场。借由地图，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前世今生。它不仅是作为辅助观众理解作品的背景文件，也可以作为一种时空的叙事起点。我选择了1993年由内政部提供的25000分之1台湾精简版地图，也让观者得以了解，在八仙乐园之前，曾经有那么一个让巴黎人在每年夏天玩水消暑的地方。这面墙上张贴了3幅作品，这是现今仍未拆除的游乐设施，而下方排列的小张照片，则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了八仙乐园的官网。其中一个页面是在介绍各种游乐设施。巧合的是，这些影像跟我先前拍好的照片有着极为相近的角度。为了将这些照片素材转换成我的创作，我选用了过期20年左右的彩色正片，以正片复冲的手法去处理，这跟如今精致却空无一人的照片形成了强烈对比。我觉得讲到这边，可以为废墟做一些延伸上的讨论。废墟是什么？废墟可以讨论什么？以及有什么是废墟无法讨论的？废墟最直观的来说，它是一个失去功能性的空间。它跟成屋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提供任何的功能。就以八仙水上乐园来说，它没办法提供玩水跟游憩的功能，所以八仙是一种废墟。
当我们看到一个废墟的时候，它的废弃，它的失去功能性，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线性的时间思考。意思是，为什么八仙它会废弃？因为它发生了尘燃意外，以及八仙它在废弃之前它是什么？我们打开广告，我们就会有一个朗朗上口的台词：躺着玩、坐着玩、趴着玩，还是八仙好玩？这是一个八仙废弃之前的一个美好想象。现在此时此刻，八仙成为了什么？它成为了国军教招用的练习场地。再来，也是这次展览我最想强调的核心，有什么是废墟无法讨论的？就前面提到的来说，废墟是一个死亡的空间，因为八仙已经不能再提供任何玩水的功能了。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为废墟说故事的人，他们就是具有话语权的能动者。当天参与活动而受伤的人，他们的伤口就是八仙事件最有力的证词。这张照片是我在去年跟 Angela 在桃园长庚碰面的时候，她分享给我看她的家庭相簿中的一张照片。她小时候是学芭蕾的，发生了这场意外，她想问她的主治医师说，等她康复了之后，她还能够跳舞吗？作为一位倾听者，我的心很沉。这不仅只是一档关于八仙乐园的展览，而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以长期的持续性的凝视所形构出的一种诠释方式。所以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聊聊关于一个重点，也就是作者的责任。我必须老实跟各位说，八仙这项摄影专题做到今年迈入第5年，中间有没有任何想放弃的念头？有，非常多次，甚至在做这档展览之前，就一直有一种我觉得我自己做不来的念头出现。只不过这种不去正视的态度，不晓得是否就像是选择性的遗忘呢？从2021到2024年，我为了能够更频繁的去八仙拍摄素材，同时也能够去理解巴黎一带的风景，而在巴黎找了一个地方住，一待就待了3年。这段时间，我慢慢厘清我跟八仙这件创作的关系，也在找那个最难以回答的东西，就是创作动机。很多创作不是想清楚之后才做，而是等做了以后才知道为什么在做。当我意识到自己还在拍、还在问、还在对话，这份长时间的凝视或许早已内化成责任感，八仙成为了我需要好好去书写的空间议题。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我不拍，可能就没有人会再去记得这里发生过什么。我希望这档展览也好，或这几年的创作历程也好，能够以凝视为起点，慢慢积累成一种文化责任，并透过影片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也进而去关注这个事件。回到受访者 Angela 的部分，我在第2次采访问到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假设我要设定一种方式收尾的话，你会希望这个故事该怎么被讲完？ Angela 说，她希望这个故事不要被讲完。作为影像工作者，借由他的分享，使我理解到，有些故事与记忆的存在不是为了结束，而是为了提醒，去提醒未来的人们，创伤会留下，但陪伴会是持续不断的。我希望这个系列的创作可以成为他所说的浮木，能被受困在低潮时刻的谁给紧紧握住。但老实说，我自己也被这个浮木给拯救，因此我也很庆幸这档展览能够被完成。看完影片的各位，也许那个时候展览已经结束了，但我也是非常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透过展览的形式去诉说八仙这个故事。那关于这次的展览资讯呢，我都有放在影片的注解处，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再去点击了解更多。那么影片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见。